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我是沙爷。有些谐音梗是拿来逗人笑的，有些谐音梗是命运自己写出来的。文天祥的《过零丁洋》，很多人最熟悉的是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。这首诗不是文天祥坐在书房里整理情绪，然后写给后世人看的漂亮宣言，它更像是一封没写成的降书。元军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，他却把那张纸写成自己的拒降书。这首诗里的两个地名，刚好也是两种情绪。一个地名刚好印证他的过去，一个海名刚好说明他的现在。这不是好笑的谐音梗，这是一个王朝退到最后，连山川海水都像是在替他作证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讲一首诗，我们要讲的是，当一个国家失去土地，朝廷飘到海上，皇帝只剩幼主，军队只剩孤舟，这个国还算不算存在？文天祥20岁那年，他举进士，对策极阴殿。当时宋理宗在位已久，政事渐渐松弛，所以文天祥的策论就抓住这个题目，大谈法天不息。史书写得非常漂亮，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，其言万余，不为稿，一挥而成，帝钦卓为第一。文天祥在皇帝面前写的不是安全作文，而是对朝政怠惰的提醒。法天不息不是一个漂亮的标题，它的意思是天行不直，为政也不能怠惰。如果皇帝在位久了，政事慢了，人心散了，那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不是粉饰太平，而是重新让国家动起来。考官王应麟看了，也给出非常重的评语：试卷古遗若归剑，忠肝如铁石，诚敢为得人贺。这不是普通的夸奖。忠肝如铁石这5个字，几乎把文天祥后来的一生先写出来了。可是他中状元以后，没有立刻一路飞黄腾达，宋史接着写寻丁父忧归。我们平常说丁忧，通常就是官员遇到父母之丧，必须离开职位，回乡守制3年。《论语阳货》里记载，在我觉得守丧3年太久，孔子回答他：只生3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，负3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孩子出生以后，要到3年左右才能真正离开父母的怀抱，所以3年之丧是在说，父母曾经把你抱在怀里的时间，你要用丧礼还回去。这里有一个很深的问题，一个人要先学会做儿子，才能被期待去做臣子。孝是忠的根本，家是国的模型。在儒家的语境里，君父、国家、朝廷已经被放进同一套伦理里，他救不了这个国家已经是罪，如果还要他教别人背叛这个国家，那这书就白读了。可是南宋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岳飞死后，南宋不是从此再也没有打过胜仗，可是问题在于他赢过却没有改命，他能续命却不能翻身。到了宋末，局势已经不是1、2场战役就能救得回来，襄樊失守，长江门户洞开，临安震动，朝廷分裂，主战组合，迁都秦王，各种声音相互拉扯。皇帝年幼，国事下坠，前线缺兵，后方扫乱，城池还在，但根基已松。文天祥很清楚这个局势，于是将上告急，朝廷召天下秦王，他变卖家资，召集义军。朋友劝他，现在援军3路压境，你带着万余乌合之众去，无异是驱群羊搏猛虎。然文天祥回答：无义之其然也。帝国家养育陈数300余年，一旦有急征天下兵，无一人一骑入关者，无生恨于此。他不是不知道打不过，但他不能接受的是，国家有难，竟没有一人一骑愿意入关。所以他又说，希望自己这样做，能让天下忠臣义士闻风而起。这不是天真的乐观，这是一个读书人对国家最后的回应。他还说过，乐人之乐则忧人之忧，食人之食则死人之事。意思是说，吃了国家的饭，就要死在国家的事上。临安最后投降时是宋恭帝赵显，临安降了，大众没有立刻消失。张世杰、陆秀夫等人又拥立义王赵氏为宋睿宗，睿宗死后再立魏王赵昺，也就是宋少帝。
所以过零丁洋背后的南宋，已经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个坐在宫殿里的王朝，它是一个一路往南退的流亡朝廷，退到福建，退到广东，最后退到崖山海上。文天祥在五坡岭兵败被捕时，宋史有一段很震撼的记载：天祥吞脑子不食。这里要说清楚，这个脑子不是人脑，也不是动物的脑，而是龙脑、冰心一类的香药。他不是被捕之后才想要殉国，他在被捕的那一刻就已经不打算活成降臣。他被押到朝阳，张弘范以客礼相待，后来带他入崖山，要他写信招降张世杰。这一步很狠。如果文天祥是自己投降，那是文天祥一个人的屈服；可如果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，那就变成用文天祥的名望去击穿南宋最后的心理防线。所以他才回答：“吾不能救父母，乃教人叛父母，可乎？”这一句话一出，文天祥一生的线就接上了。年轻的时候，父母去世，他丁父忧归。到了国家将亡，他拒绝劝别人叛父母。前面是孝，后面是忠；前面是家，后面是国；前面是3年之丧，后面是一死之节。张弘范逼所甚急，文天祥就写下《过零丁洋》给他。所以这首诗不是普通的作品，它的现场是招降，它的功能是巨降。元军要的是降苗，他交出去的是一首把死亡写进史册里的诗。我们再回头过来看诗中的惶恐滩和零丁洋。惶恐滩这地名还有一段和苏轼有关的文学故事。苏轼补注《引坦斋通记》说：“庐陵至24滩，自下而上，第一滩在万安县前，名桓公滩，托乃改为惶恐，以对喜欢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个滩一说是原来叫桓公滩。苏轼经过时，为了对上蜀道的喜欢，把桓公写成惶恐。苏轼8月7日出入干过惶恐滩里有语句：“三意喜欢老远梦，地名惶恐弃孤城。”苏轼的惶恐是贬谪路上的自嘲，他还能把苦难写成幽默，把地名写成对仗，把人生的狼狈写出一点旷达。可是到了文天祥这里，惶恐变了。文天祥写惶恐不是贬谪，而是兵败；不是仕途失意，而是山河破碎。他曾在江西一带兵败难退，惶恐滩成了回望战败的地名。后来他被俘，求船行经过零丁洋，零丁洋本来是海名，零丁又正好是孤苦无依，于是2个地名变成了2个命运节点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前一句是过去，后一句是现在，一个在江上，一个在海上。一个说兵败后的国事危急，一个说被捕后的孤城无依。苏轼让惶公变成惶恐，文天祥让惶恐成为亡国路上的回声。这首诗里的汉青原本和竹简有关，古人用竹简写字，要先用火烤，逼出竹子的水分，竹面出汗，所以叫汉青。后来汉青就借指史册。这个史很美，因为它不是一本干净的历史书，它一开始是被火烤过的竹，竹子经过火烤才能留下文字，人要经过劫难才知道自己要留下什么。所以留取丹心照汗青，不是简单的说我要让历史记得我。对文天祥来说，汗青是人生的法庭，丹心是最后的证词。他没有救回南宋，他也知道自己没有胜算，但他至少做到拒绝让南宋在自己的笔下投降。土地会失去，城池会失守，朝廷会飘海，而右帝会沉入浪中。可只要还有人愿意战，我就不能替他写下降书。那么这个国就还没有在精神上完全消失。这就是过零丁洋最重要的地方。他不是告诉我们人都会死，这件事不需要文天祥告诉我们。他真正要问的是，既然人都会死，那你要让自己的名字站在哪一边？后来崖山破了，陆兄夫傅幼主投海。张世杰仍想再寻赵氏后人复立，最后也死在风浪里。南宋到这里结束了。文天祥没有死在崖山，他被押往燕京，在那里他还活了几年。活着对有些人来说是幸运，但对文天祥来说却是更长的考验。元朝不是没有给他机会，劝降李煜、许官释放都曾成为可能。张弘范曾经劝他，国家亡了，忠孝也尽了，如果改心事源，仍不失为宰相。文天祥昂首回答：国王不能救，为人臣者实有余罪，况敢逃其罪而二其心乎？
后来元世祖也问他有什么愿望，文天祥回答：天祥受宋恩为宰相，安世二姓，愿赐之一时，足矣。宋史最后还记下他衣带中的赞：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惟其意境，所以人治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这几句几乎替他的一生收束。他从读书入仕开始，走到成人取义为止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读过零丁洋，不要只停在最后2句的热血，要把它放回那艘船上。裘舟夜渡潮生急，雾锁孤帆不见星。海口灯为铁锁成身。前方是崖山，后面是破碎的河山，旁边有人递来纸笔，要他写降书。他提笔写下：人生自古谁无时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里是诗墨成歌，接下来让我们随着这艘球船，跟着温天祥一起过零丁洋。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望空滩头说，望空伶仃杨里叹伶仃。人生自古谁无时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黄昏拆时风沙散，回首行人泪不尽。血色未干，背一粒清明，尚在海潮心。墨一笔写上芳草，留得忠魂岁岁春。撑起一个船前，在后来听这歌笛声。